今天穿了一套特殊的衣服，防止蜜蜂叮咬的保护服，并不是想在菜园里边养蜜蜂，更不是 cosplay， 是因为这些天发现闹了黄蜂了，家里边好多的黄蜂把墙都给凿开了，钻到屋里了已经。前一天发现黄蜂就是从这个灯还有墙的缝隙钻进去了，它已经把灰板都给咬穿了，已经跑到卧室里去了。这批黄蜂因为屋里边的墙上已经有它们的出口了，所以我能从屋里边把药给喷到墙里边。喷过之后呢，这2天好像是消停了，看起来是死了或者是跑掉了。结果今天我突然发现车库里边又进了黄蜂了，然后我找了找，其他的地方还有漏洞，就是这个地方有蜜蜂不停的进出。我旁边架了个梯子，准备上去看看。我把手套戴好，上去看看是个什么情况。我看清楚了，这墙边还有屋顶那有一个好大的缝啊，蜜蜂都从那个洞钻进去。放大点看一看，看着进进出出的，不知道房子里边到底进了多少的马蜂。我提前买好了药，这会儿下去给它喷一喷。哎呀，这个梯子还有点摇摇晃晃的。我把3M 的防尘口罩也给戴上了，因为这次要喷的是这种粉末，是 Seven Dust。哎呀，不太行啊，感觉够不着，梯子放的有点远，下来调整一下位置。这回应该是差不多了。其实我刚搬到这房子这会儿的时候，也就是年轻的时候，是挺恐高的。现在是因为老是干活，所以恐高渐渐的也没了。这儿能看得挺清楚的了，不过爬这么高呢，还是得相当的小心啊。都出来了，我也不知道洞到底在哪儿，就每个位置都给它喷一喷。这儿再喷点儿。好多黄蜂都飞出来了，多亏是穿了防护服啊，否则肯定会叮我。下来歇一会儿，真是太热了，出了一身的汗。看那些黄蜂还是在进进出出。我看网上有人说，这种灰尘可能得喷好几次。我等下晚上的时候再给它喷喷。哎呦，趁着它们再来一下。那一只好像嘴里叼着什么东西呢。再靠近点儿。现在主要是这塑料板挡着，不知道里边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它有可能是从这儿钻进去，又从其他的这些地方有可能是有洞。这些黄蜂呢，它是可以不停的去咬那些木头，或者是咬那些灰板的。时间长了，咬着咬着就咬穿了，把整个墙咬穿了，就飞进去了，还是挺恐怖的。看看上边这些缝隙，也喷喷吧。看来这东西效果不是很明显呀，外边的这些飞得还挺活跃的。上次从屋里边的洞喷进去的是这种带一个吸管，这种泡沫状的，这个接触到之后很快就死了，效果还是挺明显的。这次用的是这样的 Seven Insect Killer Dust。我其实还买了这种除蟑螂用的这种粉末，不知道效果怎么样，也是搜了网上有人说这个也是挺有效果的，是这种 boric 酸 boric acid。 这有一只黄蜂，我拿这种 boric acid 再在房顶的缝隙上撒一点，这种应该是他们会食用，如果带到巢里边的话，那可能那些蜜蜂吃了就都死掉了。这个实在是太不好用了，没法喷，只能特别好的掌握这个技巧才能喷出一点点。应该还是在下边的时候往出倒，当成诱饵会好用一点。算了，稍微倒一点就得了。其实这车库里边吧，已经能比较明显的看出来，看这儿就是它筑巢的地方，才刚刚形成，还不是特别大。其实应该继续用这种泡沫的杀虫剂，从里边的洞给它喷进去，喷到墙里边，应该很快就能杀死了。但现在因为车库实在是太乱了，得先把它收拾出来，才有下脚的地方。
对，前些天我还挂了这种粘黄蜂的粘网，看看上边还是粘到了2只，不过大多数都是那种小苍蝇，还有一只飞蛾，看来效果也没那么明显，没那么大的吸引力。哎呀，穿着这衣服啊，真是不舒服，实在是太热了。刚刚把保护的头罩摘了，还稍微的舒服了一点儿。我在想啊，这些黄蜂到底能不能赶走啊？上次处理那边它那个巢穴的时候，给它赶走了，结果很快，我感觉就是第2天，他们又从这儿新找了一个洞，然后又跑到车库去了。这一批如果再给他们赶走，不知道会不会他们又找其他的地方继续钻进去，继续把我的墙咬坏。我感觉我这墙里边其他地方可能还是有黄蜂在的，因为有的时候安静的时候会听到那种黄蜂嗑咬墙的那种滋滋的那种声音。这要真是在我的墙里边住了好多的黄蜂，那真是太可怕了。尤其是如果要是再有蛹的话，慢慢的还会孵化出新的来。看刚刚处理过这地方，我发现黄蜂还是挺活跃的，进进出出的。看来晚上傍晚的时候还得再喷一次。我待会儿抓紧时间把车库收拾出来，从里边还是喷那种泡沫状的药，那种接触到之后就能杀死的，感觉立竿见影，效果更好。今天的天气还是相当不错的，原本计划是在菜园干活的，结果因为黄蜂的事儿也顾不上了。屋里边呢还有几个墙的漏洞，还等着我补呢。我这屋里边墙上啊还是有不少的洞的，都是家里2个小朋友小的时候玩闹给撞出来的。昨天呢，我是拿这个漏洞试验了一下，本来是做个练习，弄得挺好的。结果我弄完了之后嘛，上面抹的腻子还没干呢，2个小朋友偷偷的拿我这些铲子到上边学着我的样子来回来去的又抹了几下，结果弄得坑坑洼洼的，看看上面特别的粗糙。晚上的时候我还得拿砂纸再打磨一下，然后再拿灰铲弄点腻子给它再弄平一点，到时候再刷上漆，应该就看不出来了。我是喜欢在菜园里边种植，或者是干一些菜园里的活，还有户外的运动啊、活动啊，也都是挺喜欢的。但是家里的这些事情呢，就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了。不过现在也没办法吧，家里边也不能不管，得把这些东西再抓起来，再稍微的学一学。刚才那个地方只是一个比较小的洞，修那个地方就是稍微的练练手。其实这里才是黄蜂进来的那地方。这边呢是墙上的墙皮都已经变得特别的薄了，他们就把灰板给咬透，就剩最后一层纸，然后咬穿了就进来了。现在这地方的洞呢，差不多就是我现在贴的铁片这么大。看着窗台上还有一点死去的黄蜂，这是已经进到屋里的那些抓到的一部分。幸亏他们刚刚咬破一个小洞，就发现有他们进来了，不然的话就很难想象，如果2个小朋友在屋里睡觉的时候，他们要是半夜都进来，那就太可怕了。现在再一点一点购买这些修墙啊，还有后边刷漆，还有户外把那些缝隙给堵上，还有修外边的墙的那个塑料板的这些工具，都把它先弄起来，慢慢的把房子整理好。这几年呢，花在菜园里边的时间实在是太多了，房子呀，还有屋子里边很多的这种修缮呀，这种工作都给耽搁了。这次原本也是想找外边的公司给处理一下，结果打了几个电话，发现这些公司呢，它只负责移除户外的这种蜂巢，或者说墙里边呢，如果有人把墙给他们打开，他们可以负责给移走。然后没找到特别合适的，就是这种一条龙的，比如说又给负责把墙打开取走蜂巢，然后再把墙合上，这种好像没有什么公司会干这全套的。所以后来想想，如果要是干这种小事儿呢，要找好几个公司，这成本实在太高了。想一想，还是自己弄吧，这也是逼得没办法。我后边呢就尽可能的减少菜园的种植了，多把精力花在屋子和房子上面了。我还在清理车库，自从开始种菜之后呢，这家里边买完东西剩下的硬纸板就都变成了好东西，把它铺在菜园里边过道的地方，可以特别有效的防止杂草的生长。我会把上边的塑料胶带还有这种钉书钉都给它卸下来，
这些东西都卸下来之后，就只剩下硬纸板了，把它铺在菜园里边，时间长了自然就分解掉了，比较环保一些。我看后边的黄蜂呢，还是在有进进出出的，不过比之前的时候，中午的时候要少多了。车库收拾完之后，我再过去看看。这就拆下来了，看看是2个特别好的硬纸板，这边还有一些其他的硬纸板，一起都给拿过去。这种比较大一点的亚马逊的盒子。像这种盒子上面还有点塑料胶带，还得拆一拆，这就不要了。好了，差不多了，没有了。咪咪，这好像就是他们之前说的那只农场猫。这只猫对人特别好，但今天怎么不理我呢？咪咪，我不记得它叫什么名字了。这只猫挺可爱的。嘿，你好，咪咪。哦，好可爱哟！今天来我家了。前一阵子听邻居聊天说，有只农场猫到处转，每家都去走。今天终于是见到它了，说是对人还有小孩特别友好。今天看到了，果然是这样啊，一点也不怕生人。你看到什么了？刚才？这么警觉，哦，好想养一只这样的猫啊！好，我要去干活了，你自己在院子里转转吧，我就不陪你玩了。看它尾巴摆的，相当的放松啊！这真是一只淡定猫。呜，可是我没有吃的给你，你自己转一转吧。哎呀，突然想起了还浇着枣树呢，把这滴灌水给它关上。这大枣呢已经有红的了，不过几天没浇水，我发现又有一些枣掉落了，还有个别的已经干了。看这边有膨大的，但是也有干掉的。感觉这枣树啊，只要是几天不下雨，它就缺水，就得人工给它浇一浇。真是太喜欢水了。拿上这些板子到菜园给铺上去。大车纸板拉过来了，这纸板啊铺在菜园的过道上还是非常有效的。这是之前铺的，看看一点草都没有。边上是因为弄不严实，所以还是有一些。像这边呢，它这没铺过的，这就得老是拿割草机过来割一下，长满了草。这边也是，今天的纸板刚好铺在这些地方。嚯，这只猫还在这儿呢，咪咪还没有走啊？看来它来这儿歇着了。哎呀，又没有吃的给你啊？这大的纸板还是要拿壁纸刀给裁一下。就先铺这么多吧。其实每年要想攒足够多的硬纸板也不太容易，因为前一年铺下的可能到第2年就坏掉了，就得再更换一批新的。这再给压上一下，其实就是刚铺的时候稍微的压一压，等后边下过几场雨之后，这些硬纸板跟地贴在一起，就不容易被风吹走了，就不用再压了。看，就像这样，现在这过道多一半都有硬纸板铺着了。这儿还有点空缺，之后就是这一排还缺点儿。猫咪还没有走，
你今天不会就住在我家了吧？什么时候回家呢？哎呀呀呀，好可爱！哎呀，这个猫咪也太亲人了。那你就在这儿待着吧，好不好？这还剩了2片是方块型的，我想给铺到麦麦豆豆玩的地方，就不用在菜园了。哎呀，走了。这小朋友们玩的地方呢，以前都是买的特别好的那种碎木，铺在地上很松很软。现在几年下来也都是长满了草，这就是铺碎木的烦恼啊。前几天吧，我刚刚把这些草割掉的。看这个地方是我用纸板挡住的，这草还没死呢。这纸板应该是被风给吹走了。我一会儿再给它压一压。好了，先这样铺上吧，回头再想想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把草给防住。这铺碎木啊，确实是每年都需要弄，不弄的话就会长草，真是麻烦呀。今天过来准备把这个小蜂巢给它倒掉了，刚好我昨天买了这种大一点的灰铲，我就直接用这个给它压一下，然后铲下来了。看这里边，这儿看到有一个什么东西在动，不知道是蜂蛹还是黄蜂。先不管这么多了，反正这个蜂巢也不大。一下给压扁了。哎呀，铲下来。哦，这真的是有个缝。这有一个小缝，蜜蜂是可以钻进来的。这有小洞，我就拿这种可以喷的杀黄蜂的药剂，给它从这儿喷进去。这是往里边注一些发泡，用泡沫状的。哦，伸进去了。3、4、5、6、7、8、9、10。哦，留下了一点儿。这儿还有一个，我看这一眼里有什么东西在动，伸进去。哦，哎，哎呦，这好像伸不了多，伸不了太远。这喷3秒吧。1、2、3、4，哇，流出来了。行，先喷这么多，等下看看。这些天呢，净忙着处理黄蜂还有修房子的事儿了。这边的丝瓜都忘了摘了。看这个，这已经完全长老了，太大个了。这边还有一个，这个还可以，但也不是那么嫩了。再找找吧，我记得应该有好几个。哦，这个好大个儿啊！哎呀，这一个，这个应该还可以，我感觉。这个草剪掉。这个太大了，这吃不了了，这个只能喂鸡了。这有好多这种小瓜，刚才那种要是刚成熟的时候就早点摘，这些小瓜就能很早的膨大起来了。这后边有一个小瓜，这个小瓜感觉，哦，这被虫子咬了，而且长势不好，这种小瓜不要它了。刚才这个大瓜呢，本来想着是不是留种子用，后来想想还算了吧。家里还是有不少种子的，这样把它摘下来，后边的小瓜就能尽快的长起来了。哦，摘了5个大苹果丝瓜呀，这真是，这个应该都只能喂鸡了，太老了。这个正合适，还可以，这个可能凑合着也行。去年种的小苹果树，这是富士，这富士苹果感觉应该也熟了。没想到还结了几个，又路过无花果这儿看看，这几天也没摘无花果。哎呀，又有一大批熟了的了。那边，哎呀，现在没地儿装了，等下再摘一摘吧。